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叫做 Tora。那 Tora 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轨迹驱动的视频生成的方式。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Tora 在 GitHub 上的一个官网，这个呢是阿里巴巴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型。那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我现在把页面翻译一下。和其他的这个技术一样啊 ，Tora 这个单词呢，其实是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它的意思呢是用于视频生成轨迹导向的 Transformer 的模型。那么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实例。大家可以看到在视频当中呢有很多的红线，这红线呢是代表着我们希望视频当中的主体它运动的一个轨迹。所以说当我们去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是人物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会按照我们画的那个线呢去动。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轨迹驱动的视频的一个方式。这个呢例子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了。那如果我们想在 ComfyUI 里边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这个呢就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扩展。这个扩展呢我们不止一次讲过了啊，叫 CogValue-X。这个呢应该是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 DIT 架构的视频生成的模型。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讲过它的文生图、图生图，甚至还讲过它的差值，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那么它在第6版更新里边呢，已经开始支持 Tora。Tora 和普通的视频生成模型是一样的，是可以支持图生图和文生图的。那我们还是分两部分来给大家去讲。大家如果要用的话呢，不用自己从头去构建这个工作流啊，大家可以进到 Examples 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两个文件啊，一个是文生图的，一个是图生图，也就是 i2v 的。那么直接把这个拖到我们的 ComfyUI 里边就可以了。下边呢，我们先从图生视频来给大家去讲。这个呢就是官方工作流的一个基本的实例。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结构。这个结构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其实是图生视频的部分。大家注意，用的呢是我们传统的 CogValue-X 的 i2v 模型。这个模型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然后它经过我们的 CogValue 的 Sampler 进行采样啊，就可以生成我们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生成的话呢，我们需要给它一张叫参考图。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参考图呢，会经过类似于一个唯一 encoder 的节点，然后给它传递到 image conditioning latent，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 latent 这样一个节点里边，然后经过采样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图片生成的视频。那么这是第一个流程啊。第二个流程呢，其实是我们的轨迹操控的这个部分。那在这儿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轨迹设计的一个节点，或者叫轨迹编辑的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里边呢，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点编辑出一个路径来。这个路径呢就是它运动的一个轨迹。然后这个轨迹呢会经过一个 Tora 的编码器啊，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编码器编码之后呢，会得到一个叫做 Tora trajectory 这样的一个输出，然后给它输入到我们的 sampling 里边就可以了。得到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基本的流程呢就是这个样子。下边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这个生成效果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在图生视频里边你应该怎么让整个流程变得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在第一个例子里边呢，在这儿我们有一张麋鹿的图片，非常清晰，这个是我用 Flux 生成的。你注意它的分辨率呢一定是720×480，这个我们在之前都已经给大家说到过了啊。那同样的话呢，我们这儿有这个轨迹的编辑器。那重点就是这两个部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提示词。大家注意，我现在提示词呢是一个麋鹿站在一个森林里边，然后左右张望。那轨迹呢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让轨迹变成一个动画，就是把这个路径呢可以用一个动画给它展示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强度呢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呢，你注意在这儿呢，我们这个 Tora 的编码器呢其实有一个 strings
和这个 start percent 和 end percent， 这个你可以把它调大，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比方说我现在把它调大，大家注意，现在这个麋鹿的动作就非常的清楚，是因为呢，我在这儿呢把它的强度变成了 1.0， 而 end percent 呢变成了 0.5， 而刚才是 0.1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 0.1 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的好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做成 0.5。大家会发现啊，在这种动物视频里边呢，它把整个的动作其实做的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我觉得 Tora 的第一个应用，或者是不光是 Tora， 就说 Cogwai 6X， 它最好的效果呢，并不是用在人物上面，除了人物之外，其他的表现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的话呢，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怎么去用啊？你可以通过 New Spline 直接来生成一个新的路径，大家看它现在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拖动3个点来改变这个路径的一个基本形态。那你要注意啊，在这儿有很多的这个路径的类型，一般呢我们就是选择这个 basis。我们拖动这个控制点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控制的不够精细，可以增加控制点。这个怎么增加呢？就是按照 Ctrl 键点鼠标的左键啊，我就可以增加一个。大家看。那同样，如果你觉得它太多了，你可以删掉一个，那是按照 Alt 键点一下鼠标的右键啊，它就消失掉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灵活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路径呢编辑的比较精细。另外你要注意，路径呢必须和这个参考图是比较好的对应的。比方你希望这个麋鹿的头在动，那你这个路径呢整个应该是在麋鹿的头上去绘制的。所以说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右键 Background Image， 那我们可以切换一个麋鹿的一个图片啊。你找到的图片当然是跟你图生视频的这张图片呢是一样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图片。然后你在编辑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当然是这样去编辑。这是这儿的一个基本技巧，别的呢就没有什么了啊。那基本上呢，我们就用这种方式，通过调整强度，通过合适的提示词，加上合适的路径编辑，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动画，还是非常漂亮的。下边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在动物上的这种表现呢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是一个小猫的一个视频啊，但是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大家注意这个小猫的这个鼻子非常怪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你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提示词，我虽然把图片都换了，但我这个提示词还是麋鹿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生成的有点像这个麋鹿的鼻子，对吧？所以说呢，大家注意这个提示词呢一定要匹配下来。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提示词不重要，那么你怎么写好像都对整个生成的视频的效果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啊。那么还是要整个的是要进行完美的一个适配的。那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改掉，我们再来看生成的这个视频，这个效果就非常棒了，对吧？这个小猫的感觉也是非常准确的，不会再有刚才看到的类似于尾影和变形的那个效果。那这个呢是一个海龟的一个视频啊，这个提示词是一个海龟在沙滩上去爬。如果我现在把这个背景图片给它显示出来的话，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路径，现在我这个起始点是放在海龟的背上，然后让它往前去走。那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爬行的动作是有的，但是乌龟这个位移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所以说呢很多的动作建议大家还是坐在头上啊，不要坐在身体上，因为坐在身体上好像整体的驱动呢就要差一些。那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把它改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工作流跟刚才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个路径。我现在再切换一下背景图片，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动作给它放在头和脖子这个位置，那你看现在生成的这个效果，虽然不是特别明显吧，但是很直接的我们能看到啊，它的确是在动的，对吧？所以说这是大家对于这个路径编辑的时候的起始点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不能随便去做。那这个就非常简单了，这是一个花儿。那我这个轨迹呢是一个来回摆动的轨迹啊。那么同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背景图片给它切过去，大家会发现
非常的明显啊，它开始来回摆动，这种效果是最容易做出来的。因为呢，其实它不用保证太多的细节啊，只要整个形态的一致性就可以了。这是大家看到的啊。那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叫非人物的效果。那如果你做人物的效果，同样也是有2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可以做一个人物大体动作的一个视频，另外呢就是做一个精细的人物动作的视频，比方说面部的动作。那我分别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女孩骑着一个自行车啊，非常好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呢，我们是设定了它的一个路径啊，就是它沿着这个路再往下走。那我现在呢可以把背景给它切过去。很明显，人物的主体呢会沿着这个路再往下边走。我们的提示词现在是一个女孩正在骑个自行车啊，没有更多的这个别的内容。那大家会发现生成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你注意面部有问题啊，但是整体的形态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 Cog-Y6X 它还是在大体的动画上面表现是非常棒的。那如果你去较真，就是这个细节，这个恐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比较大体的一个人物的动画。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相对的比较细致的一个动画。这是一个女孩，然后呢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路径，就是她的面部再往下走。你注意这个起始点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两眼的中间啊。有人说我坐在鼻子上，这个也可以啊。然后你注意啊，她现在再往下这个移动的时候，面部呢就会有一些变形。但是它整个的这个提示词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只是说人物的这种变形呢会比较的怪异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物面部的这种精细动画的一个表现。大家也能看到，它其实相对于整体的动画和非人物的动画来讲呢，就要差很多了。那我们呢也可以把它稍微的改一下啊，比方我现在改成一个左右，大家发现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啊。那这是它运动的轨迹，开始左右摆动啊，左右摆动的一个效果。面部呢也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或者叫扭曲。那所以说你做人物的话呢，尽量的动作要小。那比方说来看这个，这是一个人物的图片，这个轨迹设计呢，我就是从这儿到这儿非常小的一段路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呢可能就比刚才要好很多，但是面部这种细节同样产生了扭曲啊。面部动画在精细程度方面呢的确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想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恐怕要经过后边2次修复。另外你要注意啊，在很多的人物动画上呢有一些叫禁忌的部分，或者你尽量的要避免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侧面的这种人物动画。比方说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一个女孩呢捧着一个蝴蝶，如果是侧面的话啊，这个很容易出现面部崩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如果你做人物的话呢，尽量是正脸的，它会好一些啊。那你看一下，这是正面的，可能会好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你想实现一些非人物的动画或者人物整体的动画，那这个一般呢可以使用Cog-Y6，或者是加上 Taura， 或者是单纯用 Cog-Y6， 这都是可以的啊。如果讲究人物的精细动画的话呢，这个后期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理。这是图生视频的一个流程啊。那文生视频呢，其实呢就更简单了，因为它本身没有这个图片作为约束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呢就更好一点。那文生视频这个里边呢，其实在这儿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注意，这2个模型呢其实都是这个5B-Taura， 是没有单纯的 Cog-Y6X 这个介入进来的。就是这2个虽然是2个加载器啊，但是它加载的 model 都是同样的。那么一个呢还是给这个采样器，然后呢就是给我们路径的这个引导器啊，作为 pipeline 和 Taura model 的这个部分。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同样啊Strings 是很重要的。你注意我这儿给的是 1.0 文生图的话，你尽量得调这么大，然后你编辑一个路径直接生成就可以了。这个不是最终结果啊，这个应该是缓存的我们之前的。下面呢我们直接跑一下，在这儿我们说一下，在所有的这个生成的工作流里边都需要修改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FE8 的 transformer， 我们尽量的把这个给它打开，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保证占用的显存会比较小。另外的话就是把 tile 的部分给打开，包括 VOE 的 tiling，
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在较小的显存下呢，可以生成一个不错的效果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生成一遍，那这个采样就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提示词，提示词呢是一个棕熊，它站在一个瀑布前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瀑布的效果非常的棒，棕熊的这个形态呢也没有问题，然后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移动呢是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轨迹呢来发生变化的。那你注意啊，在我们之前所有的输出呢几乎都带这个红点，是因为我们将整个的轨迹呢给它用一个圆形的，当然你又可以用别的啊，用一个圆形的一个形状给它标注出来，然后通过我们的 image composed mask， 然后呢给它组合到一起，所以说是这样。如果你不希望出这个效果的话呢，你直接将这个输出给它生成一个视频就可以了。那个图生视频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如果不想要这个红点，应该知道怎么去处理。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在整体的表现上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一直说 CogValue-X 呢在表现人物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啊。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算力必定有限，我们用的这个精度呢都不高。另外呢，它必定是DIT 视频架构的第一个成熟的模型。那总体感觉上来讲呢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路径动画的一个实现方式啊，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